升级完避震以后呢，出现异响是令很多车友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咯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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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叽咕叽噗嗤噗嗤噗嗤。除了异响以外，它也有可能会损伤到你的避震筒，实在是吃不消这个声音。随着路面的跳动而发出的这种就是金属的咯哒咯哒的声音，这种声音真的是让人很难受。哎，我过减速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声音，我过减速带的时候会有那样的声音，结果最后他把车卖了，然后他又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车。但是不要慌。淡定，所有的机械问题呢，它找到原因都能解决。首先呢，异响的种类有很多啊，那么如何去判断这个异响是发自于哪一个零件？那么第一，你可以通过经验；那么第二呢，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底盘的听诊设备，就像医生看病的那个听诊器一样，把它装在这个底盘的各个部件上面，通过类似于耳机一样的这么一个发声器来判断究竟是哪个部位发出了不正常的一个声音。其次呢，当你确定了异响的来源以后呢，你就要去分析是零件本身的老化损坏，或者是这种像橡胶套的一个疲劳所造成的这种异响呢，还是说是其他的原因？那么把原因找到，那么接下去就是换件或者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维护。这里展开说一说啊，关于异响呢，其实我们因为也接触到非常多的这种案例啊，所以我们的经验是比较足的。那么有些异响我们是一耳就能听出来的，但是有一些呢也是要来来回回的去进行不停的去试车啊，会重复发生这种异响的这种工况啊，然后去判断出哪里发出了问题。最怕什么？最怕其实就是怕那种偶尔会出现的这种异响的声音，或者是有些车友的耳朵特别尖，他听得见我听不见，那这个就是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展开聊聊，就是正好借由这一套 M2 DFE， 那么聊一聊关于避震器本身，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异响的问题。那么这是一根 F87 M2C 的一根 DFE 的前避震，那么它是一个倒插结构。那么大家看到的其实是这是它的一个筒芯，它的筒芯呢其实是这么安装的，也就是说我的避震芯呢是在这种反向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运动。那么倒插的避震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避震筒啊在实际的这个运动当中呢，其实我的避震芯不动，避震芯是在下面固定死，而动的是我的避震筒。那么避震筒和它的安装外筒呢，其实也是有一个相对运动的。那么这个相对运动呢，它里面是靠两个我们所谓的杯式，也就是我们的滑动轴承去进行这么一个支撑的。因为像宝马这种前悬大部分采用了这个麦弗逊结构的这种避震器呢，你采用倒插以后呢，它当然会对你的横向支撑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你有经常性的这种赛道日啊或者跑山啊，它的横向极值比较大的时候呢，又有这种比较激烈的驾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杯式就是一个易损件。那么左手这个呢就是一个杯式。那么其实呢，在它的安装外筒里面一共有2个这样的杯式，杯式呢跟外筒实际上是一个过盈配合，所以它会完全的固定在外筒上面，而内部呢就是会像这样在我们的避震筒上面去进行一个滑动。那么我们会在这个里面涂满这种润滑脂，但是呢，当你有一定横向极值的时候，它就会往它的一侧去压。那么压了以后，在压的同时，因为避震在经过不同的这种颠簸路况的时候呢，它也会上下的动，因此呢，就造成了在一个方向上面的压力会比较的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筒身上面在这一侧已经发黑了，那这个发黑呢，其实就是因为高温运动以后所产生的这么一个痕迹。那么这个呢，其实因为在外部摸上去还没有任何的这种摩擦或者划痕，因此呢，它还是筒身还是可以用的。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安装筒内的2个杯式进行更换，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异响的问题。那么其实像很多的这种性能的避震器，它都采用了前轮倒插的这么一个结构，尤其是针对麦弗逊车型的，因为如果是 AA Fishbone 的这种结构，它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倒插的设计。我们麦弗逊结构的这个悬架，其实它的学名叫竹式悬架，它是要通过避震器去吸收整个车辆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在悬架上的一个分力的，因此呢，其实它对减震器的结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杯式呢，其实作为倒插避震当中一个损耗件，那么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这么容易坏啊或怎么样，那其实当你有足够多的这个激烈驾驶的时候，又是你的前悬是麦弗逊结构的话，那它就会造成这么一个配件的损耗。其实损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的牺牲其实是提供了你更加的这个驾驶感受，以及呢保护了我们整个避震筒的一个使用寿命。那么像常规的 B16 啊，像
DFE 啊 KW 的一些赛用避震啊，那么它针对麦弗逊的悬架前面都是一个倒插设计，但是这一类的避震器，那么这个杯饰就是一个损耗件，因此呢，当你出现了异响以后呢，其实不用太过的担心，我们在判断完这个异响的来源以后呢，就可以知道大概是什么一个问题。那其实早在12、13年的时候，我第一套 B16安装在那个190上面出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杯饰的声音，但是那时候没人能懂，而且也没有杯饰的售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我是只能舍弃的这一套边，实在是吃不消这个声音。它是什么样的声音啊？它是一个你开在稍微碎一点的路上，它会有咯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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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声音，就是它是一种随着路面的跳动而发出的这种就是金属的咯噔咯噔的声音，这种声音真的是让人很难受。DFE 单根避震杯饰的更换价格呢，在1600到1700左右，那么含上这个工时啊，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有车友问了，这么贵的价格我能不能不换？那不换的情况下，我能忍受这个异响，它会不会造成我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也看到这个避震筒上面这一块位置已经发黑了，杯饰其实内侧是有涂层的，那么当杯饰内侧涂层磨损了以后啊，你继续使用呢，除了异响以外，它也有可能会损伤到你的避震筒，那么这个避震筒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就非常非常贵了。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因小失大，当你发现异响的时候呢，如果是零件本身的结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去立即解决，而不要由此产生更加多的机械问题。那么现在很多车型呢采用了前悬双 AB 的结构，那么双 AB 的结构是不是就会比麦弗逊结构在更换避震以后出现的问题会少很多呢？实际上我们遇到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像弹簧的异响，因为双 AB 结构呢没有平面轴承，因此呢你在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呢，避震器它也会有一点点转动的量，那么这一点点量呢会让你的弹簧发生一定的跳动，在跳动过程当中呢，弹簧会发动咯噔一声，很多车友就会觉得这是个问题，那其实对我来说呢这不是个问题，但是你要解决它一样也能解决。我们是第一个提出在弹簧上去进行包这个尼龙胶带的一个店家，很多人也学着我们这么做，但是他们选的胶带其实是有问题的，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商业机密。或者你是在弹簧的上下接触面你加一个尼龙垫片，那么这个垫片呢就可以有效的把你弹簧振动发出的异响隔绝。因此呢，其实你只要找到问题，你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